你好，想弄点啥2斤重的黄金古董手镯，你见过没？2斤重的对，黄金古董手镯，嗯，我没见过。那今天让你开开眼。哎呦，这是黄金古董手镯，对对，实心的，特别重。我拿一下。哎呦，你还别说，真有分量，应该是实心的。不是老弟，这就是黄金手镯？对呀、这么大，这是黄金手镯？就是黄金手镯。不是老弟，你给我开玩笑吧？嗯，这谁家手镯有这么大？这马上能当项圈用了。这个是俺太奶留下来的。太奶留下来的？对。太奶留下来的黄金手镯？对。不是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哪有那么大的呀？主要是俺太奶当时在民国期间啊，吃的比较胖。吃的比较胖。哎呦，有点好。地主。那方圆400-500公里最大的地主。方圆几百里地最大的地主。对。我的天哪！比较穷，大家都吃不饱。那是。但是俺太爷那边啊，家庭条件特别好。家庭条件好。俺太奶呢，天天大鱼大肉的，她吃了不动，所以她体重比较大，300斤一家伙。太奶300斤。对，一对儿，这是一对儿。一对儿。那按理来讲，确实啊，不管是手镯也好，或者啥的，那就得是一对儿啊，怎么剩下一只了？俺太奶到时候不是分家吗？被俺二爷分走一只。哦，爷爷是兄弟2个。对对对对。等于说这手镯吧，一人一只。对。啊，今天这是准备要出手。是嘞，因为我还没结婚嘞。没结婚。黄金不是价格非常高吗？啊。我准备叫这个出手了，娶个媳妇。啊，趁着现在黄金价格高，并且这还是古董。对。想卖了娶媳妇儿。对。想卖多少钱？我这个人不贪心，100万。多少？100万。100万。对，你多卖200万、300万，那是你的。哎呦，老弟，你这说实话啊，压到价钱不高。首先现在黄金啊，大盘好像600多一克。真是2斤的话啊，那都是1000克。1000克的话，那都60多万了。是啊。你要100万，不高。对对对。你意思卖的多了算是我的，让我挣点。那肯定。哎呀，老弟心还挺好，但是这东西我咋看着也不像黄金呀。是黄金的。不是老弟，你看这颜色啊，确实黄黄的，但是这种黄的颜色跟黄金的颜色不一样啊，有没有可能这东西就是黄铜的？那不可能啊！俺太奶是那么大的地主，他只会用黄金。哦，谁用黄铜啊？现在人还不用黄铜呢。肯定是黄金的。对。再说了啊，老弟，我就觉得吧，就像这个圈子啊，你别说这是300斤了，我觉得就是400斤拿这个当手镯戴，它也大呀。啊。就是显得霸气有面子吧。霸气有面子。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行，老弟，我不听你讲了啊。我跟你说，你来到我店里了，我最起码跟你说这是啥。好。这个东西呢，我看了，确实有年代了。明显的，你看这上面的磕碰啊，这个痕迹啊，有这个沧桑感，确实可能就得几十年，甚至上100年都有可能。但是这东西啊，不是手镯。不是手镯。对，确实应该是一对儿。我跟你说，以前确实那大地主家那大门上面，他会装上2个。那门是一对儿嘛？对呀。一扇门上面放一个，这是扣门用的。以前门铃你知道吗？黄金扣门吗？这不是黄金的，这是黄铜的。黄铜的。对，这是黄铜的扣门。以前那个门铃也没有电子的呀，就这东西放在门上面敲门用，能明白吗？那不对呀，俺爷给俺爸说的都是黄金的，反正我这一代没办法了。不是，这要是真是黄金手镯，你说2斤重的还是古董的，那估计确实能值几百万。几百万。对呀，但是这东西不是黄金，也不是手镯，你这瞎胡闹了，不是黄金。啊。我不接受你的建议，俺奶、俺爷还有俺爸、俺妈都说是黄金的，到你这是红的了。没事，你多问问。行，找别人问问啊。这一次我感觉100万低了，我得要几百万。可以。大爷。哎。
你说卖银元啥银元呀？我先上手看看行吗？我上手瞅瞅。这是我老父亲给我的。老父亲给的。哎呦。出门的时候给的。出门子的时候给的，就是您结婚的时候，是吧？那这属于嫁妆银元了。哎呦，咱们放这上面，放这上面看啊，别掉地上，万一掉地上了，就把品相摔坏了。2个开国小头。哎呀，这上面包浆挺厚，这是绿绣包浆啊。这个也是小头。大爷，咱有啥说啥的，像这东西一般在家里可都是传家宝，这肯定是碰到事儿了，不然的话不会卖这个。那是啊，这是碰到啥事儿了要卖这个？我买这个，我这是年纪了，也不就这疼大痒了，吃药。吃药。哦，那看着您应该有70、80岁了。80岁了。您有孩子吗？有。3个姑娘。哦，3个女儿。对，2个嫁到外地了，一个给家里来，这个现在这小两口过得也不咋地。哦，那像您这平常，比如说您生病啊，或者是生活，他们3个闺女就不给你拿钱吗？拿是有时候拿点儿，不够用。拿的少不够用。拿的少不够用。哦，那你这平常是跟着小女儿？这反正我有时候跟着她，有时候不跟她。哦，那还可以，小女儿。小女儿可以啊，跟她自己在家。那另外，刚才听您说还有2个女儿嫁到外地了，对。那平常他们给你拿钱吗？1年不回来一趟呗。哎呦，那你回来不回来的咱就不说了，因为嫁到外地了，毕竟有时候你回来一趟也不容易。那你这平常生活费啊，还有这个，你看你头疼发烧了需要用点钱，他们给你拿钱不拿？拿的不够用。拿的不够用。哎呀。你的意思就是这2块银元今天一出手，也就是对，出手。哎，你这也不容易啊。本身是3个女儿没儿子，估计要是有儿子的话应该好一点。有儿子的话，你最起码直接就给儿子要了呀，是吧？你要是女儿的话，他还有女婿呢，你要的多了也不合适，你这不够花了也不敢张嘴。那是。那毕竟不是咱自己的孩子啊。这样吧，大爷，这俩东西呢，我刚才看了一眼开门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但是这小头啊，它这个在银元里面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，我们平常收的呢也就600块钱一块。但是像您这情况，您看70、80岁了，现在还为了去看病就卖这银元，说实话，您这个条件也真不是太好。这样吧，一块不是600吗？2块1200。我这样，我一块呢，我给您加上100块钱，那1400。那这样吧，我给您直接拿1500块钱，行吗？谢谢你小伙子，都来照顾我了。哎，这碰到难事了，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，是吧？谢谢你。哎，现在说实话，老人确实是真不容易。对了，大爷，像您这年龄段应该有退休金吧？没有。一月不是100多块钱吗？100多块钱。60岁的。哦，60岁以后每个月能给100多块钱，那是。那平常我估计以前您是干生意的。年轻时候啥都干。做生意。可能干了。啊。做生意卖甘蔗啥都干。到时候都在叫我小个儿子。啊。哪能养活了没人要。啊，这几个女儿走的走，回家来了也。那是，有时候就是得有个儿子。你要真那时候，要个儿子，我估计要比现在要好点，是吧？人家都说养儿防老啊。现在的儿子姑娘都差不多，都是有钱的就能出钱。那是。大爷，您这说的是大实话。这啥也不说了，不耽误您的事儿。这个我给您直接拿1500，行吧？谢谢你，小伙。没事，以后有啥东西了，到时候咱再联系，行吗？完了还有几个我也没有拿出。还有几个？我能不用吗？我不花钱我都不用。那是，对，真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卖，啥时候你出手的时候你找我就行了。你适应我还找你。谢谢。多这些钱啊。那是，那就这样说。好嘞。去了一趟新加坡，让我捡了个大漏，在他们当地的拍卖会上，1万美金。拍了一个银元大针， 1万美金捡漏银元大针，
这样，我先上手瞅瞅。据听说啊，在咱国内啊，这最起码能卖100-200万。100-200万，这还是一个竹制币啊！老哥，这个竹制币可不简单呐，数量非常非常稀少。它跟汽车币并称为贵州双雄，它是贵州铸造的银元里面价值最高的。咱这个银元刚才听你说是在国外拍卖会上拍回来的。对。你咋会到国外的拍卖会上买这个？就是前一段时间嘛，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新加坡旅游。哦，去新加坡旅游。对，一个国内的导游啊，带我们去那个他们的当地的那个收藏品拍卖会。哦，收藏品拍卖会。哎。哦，在那个拍卖会上买回来的。对。你对这个银元了解吗？也不大了解，不懂这个。不太懂。不懂，你咋敢花1万美元去买这个呀？当时有人花了9000美元拍这个啊。当时我们的一个导游他懂。哦。他说这个肯定是大真官药啊。我就当时啊就花了1万美金给他们等于抢过来的。哦。别人报价9000啊，你报价1万。对。你就导游说这东西值钱，你就给买回来了。值钱，我当时在网上查了。哦。最起码值个100-200万左右。那是。我就是100万卖给你，我也能净赚个90万。我的天哪，那确实，那不止90万。现在1万美元的话，对咱人民币最多也就7万多呗。当时我去了这一趟新加坡，也花了有10来万。哦。花10来万，再加上这个。那总共下来，那你最起码能落个80万。那差不多吧。啊。这个竹制币啊，刚才就说了，数量非常稀少。那要是真的，那确实价值肯定超过100万，一点也没有疑问。为啥？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竹制币呢，是中华民国38年那时候铸造的。民国38年其实就是1949年了。那一年为啥要铸造这种贵州的竹制币呢？其实当时这个银元早都不再发行流通了，但是民国那时候的这个纸币，包括它那个金圆券，到民国后期，特别是快解放的时候，基本上因为它超发乱发，然后造成烂大街，基本上纸币没有一点信用了，所以老百姓啊还是认可这个银元，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袁大头。还有小头，包括传扬。然后贵州呢，也在这个民国38年，也就是1949年的时候，也开始铸造这个银币。但是呢，因为刚开始铸造，就赶上那时候解放全国，等于说就是短短铸造了1个月的时间。当时应该铸造的大概有1万枚左右。最后呢，又赶上解放之后。因为这个民国的东西都给抛弃掉了，很多老百姓家里面如果放的有这种银币，当时啊都上交给政府，然后呢有极少部分的这个银币被保存下来，所以这个竹制币很难见到，在这个普通的这个银元里面啊，基本上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里面也找不到1枚来，所以它的价值一直都非常非常高。去年有一次拍卖会上，好像出现过这个竹制币，出现过1枚，当时拍了180多万。我觉得那块银币还没您这个品相好，真要是东西是真的，我估计200万也差不多。整管值那么多吗？那确实。听你说能卖个170-180万，那干脆150万卖你好了。150万卖给我。哎，咱俩都你也能挣一点。我也不跟你要那么多了。有钱大家一起赚。有钱大家一起赚。老哥，也是比较实在，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。这块银币啊，当时本身铸造量不多，所以它这个模具啊，基本上没有磨损。您看一下它这个壁面，明显的壁面压力不足，包括这个壁面的这个包浆啊，我觉得也不是老包浆，我觉得就是人为给涂上去的。我刚才又大致看了一下这个边齿，这个边齿呢，明显的转一圈都是整齐划一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从这几点上，我断定这个银元它不真，不是老银元。
这样老哥儿，您是在拍卖会上买回来的，并且还通过一个导游朋友是吧？对，您可以问一问，看能不能把它给退了。这东西不对，您想卖100万、200万的，估计是弄不成了。来，您拿着，您拿着。你这样说，我这脑袋有点膨胀了。老哥，难道是真的上当了？老哥，您想一下啊，咱们国内并不封闭，你在国内能卖100-200万，在国外它也不会便宜。想象一下，国内能值100-200万的东西，在外边几万块钱就能买回来，不太可能。这个漏啊，我估计你是没捡着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你给我看看，我这点东西能值几块钱？拿出来我先瞅瞅。好嘞。哎呀，能值多少钱？这是啥呀？这不是过年的时候我上俺舅那儿去看他去了吗？啊。然后看了俺舅上俺姥爷那个老院子里边，去转转。我知道俺姥爷以前小时候我见他都好放这些东西。老爷子以前喜欢玩这些古钱币。对。哎呀，然后我去了，到院子里边我收拾过来都像那铜钱都是小铜钱有几百个。几百个啊，一堆儿，反正啥东西都有。对，这反正至少都好像铜钱多些。铜钱多。一堆。哎呦，我弄过来了嘞，这俺媳妇收拾房子了。啊。他给我搁到院子扔了，他说这老人东西他忌讳，还破东西。哦。我这感觉我问他扔哪了，我出去找。都剩这些东西，就找出来这么多。你的意思就是在老爷宅子里面搜出来其实很多，一大堆。对，等于说嫂子把这个东西都扔了。他可不是吗？我一转眼他说这些东西还忌讳啊，这是最后捡回来的。哎，我一问他给哪扔着了，我赶紧都出去找啊。哎呦，那可惜了。哎，这下面还有一块银元。这是一个小头开国纪念币。这也不懂啊，要知道这那你这扔了好呀。这种银元扔的多不多？我记得好像得有30块的。就银元3-4块。就这样的东西。现在找回来1块。那我总共都找过来这些东西。哎呦，老哥，你知道这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吗？就这小头在银元里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但是就这一个也能值个大几百块钱。就这一个能值大几百。知道没？家伙都回去我不得打那个一顿。你要说铜钱吧，可能会相对来说便宜点。像这个，是以前的银锭，不过银锭已经截开了，这是银锭的一部分。这是银锭的吗？对呀，这应该看这个定型来看，应该就是清代的散碎银两。那电视剧里面，你去吃饭或者啥的，给点散碎银两，这是银的。我再看看这，哎呀，这不行，这是。民国那时候的铜板，这应该是当20文的双旗铜板，像这个比较便宜，一个也就几块钱，还都这还几块钱了吗？那这比较便宜。我再看看这个，哎呀，崇宁通宝，这个绣挺漂亮，你看有点紫罗兰的味道，像这一个能值个100块钱左右。就这个，这懂啊，这可是，这个也是铜板，这也不值钱。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这也是民国的，这个是民国的镍币，你看它是半元，一开始民国发行的都是这个银元，后来因为银子涨价，最后改成用金属镍来做这个钱币，这就是民国后期的这个镍币，这一个也能值几十块钱，也能值几十块钱，哎呦，这个可惜了。清代的铜钱里面也就属顺治和雍正价格高点，这个是顺治，你要是完好无缺的话，估计能值个200块钱肯定没问题。但是你看一下，这个铜钱已经有个漏孔了，穿孔了，这坏了，这个这就不值钱了，几十块钱。那里边去找的时候你先别着急。我的天啊，你这里面还真有贵的大益通宝。这包浆这品相，这明显的一看就是真品，老的大益通宝可了不得呀！这东西比较少见，你知道这是啥时候的吗？我都说这还能反映钱，哪有大益年号啊？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吧，它是元代，
元代末期，当时那个朱元璋、陈友谅他们不是造反起义，那他也不叫，这就是陈友谅，那是造反起义，当时在他的这个辖区里面铸造发行的这个铜钱，这像这么大个的，应该算是折2、折3，应该有那么厚，应该是折3。这一个你知道能值多少钱吗？这我要不懂啊。就这个铜钱，我估计没个几千块买不着。这一个？对，就这一个几千块。我的天呀，那你这扔出去的扔了几个这种大亿啊？我觉着不止这一个。不止这一个，你这样你回去再找一找，这玩意儿贵，我单独给你放一下啊，这贵，这是这乾隆，这个也是乾隆，这个也是乾隆，这乾隆都不值钱了，这是清代的，乾隆当皇帝时间长，他发行量比较大，对，这玩意儿常见，这一个10块8块一个吧，这个也是镍币半元，这个也是乾隆，镍币半元，这俩也都是镍币半元，这都几10块钱一个啊！我的天呀，你这今天这咋弄？都是俺那败家娘们都给我扔完了，你知不知道光换多钱？我叫他卖了，搁家里还是扔。那是，这样我先给你算一算，你这样你回去再找一找，真是扔哪了？你再好好找一找。说实话，你这算下来，你看都多少钱了？大几千块钱没问题了，哎，万把块了。是不是啊？你这一说，我回去我整天跑跑，我还得找找。那你赶快找找。您好，刚刚是咱们联系的，说要卖金币是吗？对，这没想到啊，这结个婚啊就发财了。俺老丈人啊，给我陪嫁几百块金币。几百块金币？对，就都是这些。对。我的天呀，这好重啊！确实有几百块。我先到地上，咱看一看，行吗？行。哎呀。这就是你老丈人陪送的这个金币。对，我这不是结婚吗？哎呀，这当时下彩礼，下了10万块钱，下了10万块钱的彩礼。咱老丈人呀，陪着几百块金币。当时啊，我也问这个专家了，网上专家咨询了啊，他说了，这一个最低得值1、2万。乖，我一想，这几百块下来不得几千万吗？几百块，你找到网上的专家说这是金币。对，他说了，这一个管值1、2万。不是专家识字不识字？跟专家咋也不识字了。这样您看一下，正好我拿的有这个，您看这上面写的啥字？这是啥？你能看清吗？看不清，这啥字？大清铜币。铜币这4个字能看清吗？能看清，能看清就行。这是铜的呀，你看这你又拿了一个，你看一下，这上面写的啥？这好像也是大清铜币。对呀。也是大清铜币，这玩意儿确实都是老古董，但是这可不是金币啊，这跟黄金的颜色也相差甚远啊！我怎么着也想象不到这是这个金币啊！它会不会是那呀？啊！我看你视频里多少，我也了解这啊，这上面是包浆，对，劳动衣，对，劳动衣包浆，对。哎呀，你还想象力非常丰富。那这个确实有老包浆，但是这已经确定了，这是铜币，在这个民国晚清，这叫铜板。铜板。哎，铜板，你像以前的那个银元，经常不是看我视频吗？视频里边有那个袁大头，有的带龙的，是吧？那是银元，那个是大额的钞票，像这个也是那时候的，就是晚清民国，像这种带龙的，确实就是晚清的。大额的钞票啊，它就是银元；小额的那种像硬币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那种1块5毛的硬币，就是这种，能明白吗？明白，那应该是面值都一样，你的意思？不，面值不一样。这个你看，我拿一个您看一下吧，大清铜币，其实它这可能磨的不是太清楚了，这上面写的是当字前10文，也就相当于10个铜钱。哎，拿这东西可能在晚清民国的时候，可能买个面条啊，买个小东西可以。这东西存世量非常大，还有你找的那个专家肯定是不靠谱的，明显的骗人嘛。啥金币啊，还一个1万到2万是吧？对，他说让我过去啊。那骗人的，你幸亏没过去，幸亏你这找我看一看。真是过去了，东西你卖不出去，到时候会给你要鉴定费，一会儿又给你让你参加拍卖，
要给你要拍卖费，那都是骗人的，骗你钱的，能明白吧？我知道了。可能那老板，你给我看看这个东西，你说实话，你也说了啊，什么晚清是吧？对，晚清的，对，距今已经100多年了，也是老古董，对吧？对，确实是老的。你都跟我说它多少钱一个吧？多少钱是吧？对，我看了一下，大部分都是当时的，像这种当时的铜板啊，当时因为它是当铜钱来使用的，这个铸造量非常非常大，所以造成现在存世量也非常大。这东西我估计市场价吧，一个也就20块钱左右，这还是当时的。如果说是当20的那种，它就是铸造量更大，存世量更大，那个几块钱一个都有。像这种全部都是带龙的，我估计也就20块钱左右一个。这几百个的话，也能值几千块钱。几千块钱。对，你要说是上千万，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这跟金币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能明白吧？你这一说啊，这俺老丈人他忽悠我啊！我这下里压下10万，我这不值钱的东西，他刚咋着干了？你想想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老丈人这个彩礼没给你退回来？对呀。然后给你返回来的这些几十个、几百个，对几百个这个铜板。对，我直接实现财务自由，这弄个半天是个梦。那肯定是不行。不过有啥说啥的，在咱们周口，10万块钱的彩礼不多，没多要。我之前我见过人家20万、30万的彩礼都有。反正这东西是老的，可以拿回家。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，这不能算完。俺朋友人家娶的媳妇，人家都不要钱。这到我这10万块钱，我都感觉亏。这还给我赔这不沾钱的东西，回去我又再熊俺媳妇就。刚结婚。之前了，我不嫁进家。别，刚结婚，好好过日子啊。别给他因为这个东西不值钱就瞎闹。你老丈人既然能给你这么多铜板，说不定家里还真有银元银锭那一类的。哎，你得对他媳妇儿好点，到时候他才给你啊。你说一会儿不让进家门了，一会儿要打媳妇儿、吵媳妇儿，那肯定不行，是吧？不用管了，收起来吧。啊，好，先谢谢你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卖一块大真银元。卖一块大真银元。银元中大真中的大真。大真中的大真，我的天呀！广东双龙寿之币，对，那确实，这能称得上银元中的大真。这可了不得呀！厉害很啊！咱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俺爷5年前送给我的。5年前，爷爷给的。对，当时价钱好像都上千万了。 5年前价值上千万，确实。因为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，非常稀少，并且还是4铸币。对，那你5年前价值上千万，一点也不稀奇。这老爷子是从哪儿来的？跟你说不好听的话啊，当时俺爷在北京潘家园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潘家园我知道，最大来卖银元的，老板1万块钱卖给俺爷的。哦，潘家园算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古玩市场了。你可说对了，在北京。对，在北京。当时这块银元俺爷拿到手之后，啊，一个美国人当时想掏1万美金啊买走，俺爷都没愿意。当时1万1美金好像兑换8块人民币，好像。哦，那就是1万块钱买回来，人家8万块钱买走，没卖。这老爷子是5年前买的吗？20年前买的，说这话。哦，老爷子20年前买回来的。 20年前的事了。我的天哪！老哥，广东双龙寿之币，你要是真是20年前花1万块钱买回来，现在你知道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吗？哎呀，现在我想往来也不高。500万。啥呀？啊！5年前都上千万了，5000万。5000万！哎，我的天呀，5000万确实有点猛。不过，以广东双龙寿之币，以它的这个号召力，我觉得5000万也差不多。老哥，你知道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为啥价格这么高吗？因为它少呗。确实，就是因为它少。因为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呢，它的铸造背景啊，其实就是清末那时候慈禧过寿的时候，广东的官员为了拍慈禧的马屁，专门铸造了20枚，就这样的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。从清末到现在，经过100多年，现在能找到的
只有3枚。30年前，那时候拍卖会上就拍了大概500多万。哦，你说像这个东西，这放到现在，那确实你要是要价5000万，还真不多。对。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。刚才听你说，老爷子20年前在潘家园花1万块钱买回来的，还是人家专门卖银元的这个店。对，这个店的老板如果懂银元，了解行情的话，那1万块钱能会卖给老爷子吗？那时候就那价钱。那时候就那价钱。俺爷主要是身份不同啊，不便给你透露。哦，那其他的咱就不讲了，不讲这个以前的事儿了，咱主要讲今天你给我拿过来的这块银元，确实上面是广东双龙寿制币，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，这上面的包浆，我看着就不自然，自然的很，不自然。还有这个龙面这一块呢，两边的这个龙，特别是这个龙鳞，明显的压力不足，弱打。再看这个边齿。整个边齿都是整齐划一，确实有流动痕迹，但是这个流动痕迹啊，非常非常的不自然。再一个，刚才又说了，这个是4铢样币，它不可能有流动痕迹。谁看到这个东西，肯定是收藏起来了，把它放到家里，怎么可能有流动痕迹呢？没有在市场上流通，哪来的流动痕迹？还不那么自然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老哥让我看的话，这就是假的。不可能，他要不是银子，我叫他吃了。从它这个厚度，还有它这个色泽上来讲，确实是银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银假币。不可能。可能不可能的。那您今天来到我店里，意思是想卖给我？5000万少一分不卖。我要不了，老哥，您再找其他的人给您看看。我都知道你要不了，因为像这种币啊，大珍中的大珍。不是您一般人能玩得起的。那是，老哥，您再找其他的高人给您看，行吗？有实力。行。有实力，你别想我这儿了。对。你看这几个东西值钱不值钱？如果不值钱，回去都得叫俺婆婆撵滚蛋，天天吃俺的、喝俺的、住俺的，这到事个了，1毛钱都不想出，拿几个这破烂玩意儿想活嘞。我看你手上拿的都是银元呀，这样我先上手瞅瞅。这是碰到啥事儿了？这样说自己婆婆。像人家生个事儿，那奶奶不是给5000，还得给1万的红包。那你看到俺这怪好，给几个这破烂玩意儿。你管这叫破烂玩意儿？你婆婆给你的时候没有说这东西是啥吗？给我说了说这是啥传家宝呗。对呀。谁会拿这东西当传家宝哎？你闻闻，还臭烘烘的，有一股子味儿，你看还生的有锈。你可能不太理解，不太了解，这都是银元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总共是7枚，是吧？对，都是袁大头，有3年和10年的这2种，版别啥的倒没有，但是这东西看起来都挺好。这上面是袁世凯，中华民国的，距今应该已经100年有余了。能称为传家宝啊，搁家里一般都是传家宝。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东西不值钱啊？它肯定不值钱啊，人家传家宝，人家放点金子啥东西的是吧？金元宝，你这放几个这破烂东西还1块钱。金元宝那不至于，一般咱普通老百姓家里边肯定不会放的有那个玩意儿。那东西你搁以前的就是大地主啥，估计家里也不会有金元宝。了不起有那银元宝。你这个等于说生小孩了。对。婆婆没给钱，给的这个几块银元是吧？是嘞。其实这东西和给钱都一样啊。这一样啥呀？你都人家吧给个5000、1万嘞，你都不说给这些，你给个3000，那啥给嘞？婆婆给3000块钱你就满意了？对呀。这天天在俺家吃，在俺家住，那这中间就算有误会了。刚才听你说在你们家里住着，婆婆那很正常啊。你想一下，你婆婆以前肯定是养你老公，把他养大了，那现在婆婆年龄肯定也不小了，是吧？那肯定是你老公该养她了呀。
是吧？都得孝顺父母啊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不是想让你婆婆给你出钱吗？对呀、你生个小孩儿，这一块银元1000多块钱，7块，你算一下，最起码得8、9千块钱呢。一块1000多吗？对呀、咦，这东西会恁值钱吗？越放越值钱。这刚才就说了，这是民国的东西，已经100多年了。你就搁10年前，就这一块大头可能值个400、500块钱，你看现在1000多。传家宝越放越值钱，古董啊。耶，这难道我错怪他了吗？你肯定错怪他了呀！你不单单不能赶你婆婆走，你还得好好孝顺她。我看了一下这银元的这个包浆，你看都是绿锈包浆，这说明这是罐装货。那一罐子一般就得几百块。几百块吗？对呀、你婆婆可能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价值，但是她存货肯定不少。耶，你只有孝顺婆婆，好好的照顾老人，这以后这银元才能给你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真把老太太赶出家门了，首先你对你老公肯定没法交代，再一个那老太太这银元她不得给别人或者卖了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对。那是啊，好好的孝顺老人，这东西你可以继续放家里当传家宝，真是啥时候缺钱了，真是没钱花，把这些东西拿过来，随时可以变现，我这儿就能收，并且可以给个高价。耶，那中。我这得回去跟俺婆婆赔礼道歉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搭理她了。啊，那不行，得好好孝顺公婆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哎，你只有好好孝顺他们放的这个传家宝才能到时候给你啊，对吧？对，你老板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回去啊，就得好好对她。对，回去吧，好谢谢你老板。没事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我前2天定亲，俺定亲对象给了我一根金条，给了一根金条啊，说值200、300万，值200、300万，我能打开看看吗？能，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了，非常满意。非常满意啊！定亲就给一根金条啊！我的天呀，哎呦，这么大个儿，说值200、300万，你给看看。值200、300万。哎呀，这上面还有落款，兰州有风，10分金，张武燕。他这金条从哪儿来的？祖传下来的。哦，祖传下来的。那看来他们家非常有钱啊，以前。俺对象他老太爷那会儿是民国的大地主，家里有钱的很。大地主，有钱。我的天哪，直接传家宝。对。然后是金条。给他孙子每个人10根儿。老太爷。对，老太爷的孙子，也就是俺对象他爸。哦，一个人给10根儿。对，给10根儿。我的天呀，那刚才像您说的一根儿都能值200、300万，那10根的话，那几千万了。对，俺对象他爸就他一个儿子，说以后这家里金条全是俺的。哎呀，所以我才说这一次找的非常满意。非常满意。对。哦，那你这今天拿过来，这是要干嘛？俺家里不是条件不好吗？我拿过来想把它卖了。卖了。卖了，到时候给自己都置办成嫁妆，多风光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准备要出手。对。想卖200、300万。对。哎呀，那你找的这个对象，说实话，刚才听你说这家里是大地主，但是我看着这可不咋像老的啊。这个金条我看着不咋像老的，绝对老嘞，你好好看看。它这个颜色确实很唬人。如果你有黄金首饰的话，这确实跟黄金首饰的这个颜色一模一样。对。但是它这个重量都不对。这要是这么大一根儿，如果是金条还这么厚，得特别重，我估计最起码得2斤了。但是这现在我拎着连1斤也没有，重量不对。你好好看看，它传下来的不可能假的。那我再看一下，就这个上面的落款啊，这字口都特别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力度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对。这，你是不是你对象给你弄差了？那不能啊，那不能，别又碰到个骗子。怎么又碰到骗子？啥意思啊？我这是说实话，我这是第4次。那个结婚了，第4次结婚了啊！你前面已经结过3次婚了，就是，都不是碰到个啥好人。
啊，要不就哎呀，丑的就是不能看，就是为了人家有钱嘛。当时说忍一忍，忍不下去了。第二个吧，又是倒是有钱，啥也不干。啥活都让我干，一天让我啥都伺候他。第三个吧，天天不着家，别提了。你这第4次那个啥了？那你这回碰到个合适的，又有钱，长得又帅。你得好好的问清楚了，这东西肯定不是老的，也不是黄金，回去问一问。那反正现在我刚才听你说是定亲，还没结婚呢，是吧？就是准备结呀。你回去问问，这东西我看着，反正肯定不是金条，也不是老的，这中间看有没有啥误会，行吧？那我回去好好问他去。那是嘞。那不能这一次再弄得不合适，说一句，这能行吗？那对，我回去问问他。小心点，小心为上啊！谢谢老板。哥哥，到底是啥东西啊？这么着急让我过来？我捡着大漏了啊！你给我看吧，古董不值500万得值300万啊！这不值500万也得值300万。哎呦，这东西的样式看着像古代的这个银艇的样式，但是这上面总感觉时间不长。咱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我跟你说吧，今个我出门的时候，俺门口有一个收破烂的2个小孩拿着这东西卖给收破烂的了，我给那旁边站着了。我一出来，我听见那收破烂的说了，给那小孩20块钱。就拿我一看这是古董啊，这不是圈人家小孩的吗？20块钱收破烂的想给小孩收走就这东西我的天呀！最后我一看这好东西，我给他50。给小孩50。等于说就没卖给收破烂的，卖给你了。那收破烂的咋给小孩说的？这是啥东西啊？他说这是铝收破烂的说这是铝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啥，你给我看看。这东西肯定不是铝，铝比较轻啊，是不是？我感觉这是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古董，能值几百万。它不值500万得值个300万啊！你给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东西还真不是铝，铝的话是比较轻。这东西从这个颜色上来看，应该是银。那我是不是发财了？发财估计不至于，肯定是一笔小财，捡漏了，确实。但是你要说值300万、500万，我估计不太可能。为啥？首先，这个东西确实是银艇的一个样式，但这不老。这要真是搁古代的这个银艇啊，它上面都有落款，特别是宋代以前，那上面不管在哪个地方铸造的，哪个工匠铸造的，包括它这个含银量或者是它的钱庄上面都会有标注。但这个明显的啥也没有，素的，没有落款。不，再看它这个表面这个包浆，这个皮壳这个包浆，这看起来啊，明显的是现代浇铸而成，跟以前不一样。你要是以前的，它上面会有气孔，就我们常说的就是蜂窝，这上面没有蜂窝，所以它这个浇铸的方法肯定是用现代的这个方法来浇铸而成。不过它这个拎起来这个重量，我估计最起码得有1斤啊，得有1斤。要是我不知道现在它这个含银量，我等一会儿我回头吧，我拿个火枪用火烧一下，过一下火，然后我看一下它这个含银量。如果说是足银的，你像1斤银子，现在银的话1克是6块钱，你要是500克，那也几千块钱了。你要是真是花50块钱，那算是捡大漏了，能明白吧？反正这个表面就是银的颜色。这有没有可能是白金呢？白金的话肯定没有可能了。为啥？白金它是暗白色，跟银完全是两码事儿。银是紫白色，虽然都是白颜色，但是它俩颜色有差距，差点拿掉。反正这是现代的东西。你说这不是古董吗？不是古董。你这样吧，回头你找个金店，让人家师傅用火烧一下，过一下火，看看是不是足银。是足银的话，那肯定是3000块钱没跑。如果不是足银，那他可能就是会便宜点。不过反过来说了，你不是50块钱买回来的是吧？50块钱买的。50块钱买回来的，反正算是捡漏。
那500万呀、300万啊，就别想了，这肯定是卖不了那么多钱。你这看看，你都管给我确定这是银的吗？反正我看着是银，我咋看着它像白金的？这白金跟银价我差的价位可不少了呀。那是，我刚才说了，就是让你去金店嘛，因为这是现代的东西，不是老的，我也不收，我只是给你看一下，是吧？鉴定一下。你这样吧，你再找其他的人给您看看，是吧？你也看不准。那是不好意思啊。今天咱到金店见吧。您好，老弟，刚才跟我联系是吧？是。说有这个银元，有，来，你看看你。呀，你这都是黄金呀，都是干这个的。你先给我看这个。你黄金咱不懂，但银元咱了解的还是不少。哎呦，奇怪了，你说这个东西啊，哎，没法说。啥情况？俺小孩不是办满月了吗？啊，这是俺老丈人拿过来的。老丈人送小孩的见面礼。对，都送一个银元。你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，我感觉它都不值钱。这啥东西？哎呦！你说俺那时候俺大舅哥他结婚，我还他办事我还给他拿了有2万块钱嘞。哦。这俺办事这小孩办满月酒的，他都给我送银元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嫌这个老丈人太抠门。对呀，这啥东西啊？这是。你看看也不中了，我还都给他，我才3年不上他家。哎呦，那是准备断亲的节奏呀！啊。先看看。我跟你说，老弟，你这明显的是误会你老丈人了。咋说？那这块银元他给你的时候没说啥吗？没有啊，他就说这个寓意还挺好嘞。啊，寓意挺好，一帆风顺。对，我对这个不太懂。其实这个东西不单单寓意好啊，这玩意儿价值不低啊。这是21年的传阳，还是 NGC 评级的。NGC 算是国外的这个评级盒子了，跟那个 PCGS 差不多，都算是咱们业内啊，就我们古玩行认可度比较高的这个评级公司，给的是 AU58分。再说这个传阳，这是21年的传阳，其实传阳一般分3个年份，21年、22年和23年。其中啊，23年的数量是最多的。它跟大头的价格差不多，现在1枚估计也就1000多点，就那样子。22年的呢，相对来说要少一点，22年的跟大头银元里的8年也差不多，估计1枚也都2-3千块钱，3-4千块钱。但是这个21年的传阳那就了不得了，它比大头这些银元贵得多了。贵得多？首先民国21年的时候，刚开始铸造这个传阳。铸造时间很短，再一个呢，你可以看一下背面，上面是有一个3个鸟，还有一个旭日东升啊。对，你像22年的和23年的传阳没有这2个标志，为啥？因为赶到民国21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正好小日本侵略咱国家，然后呢，铸造这个传阳，你看这个3个鸟，就好像当时的战斗机一样，好像来轰炸咱国家一样。还有它这个旭日东升的这个太阳，正好是当时的日本军国旗，所以老百姓以及很多人都不认可这个，所以当时的民国政府啊，就铸造了一批之后紧急回收，并且后续不再铸造，然后从民国22年又开始铸造的传阳，然后把这些3个鸟还有旭日东升全部给去掉了，所以这个铸造量是非常非常少，存世量也非常少。像这个 NGC 给的 AU58分，状态又这么好，还带点钻光，像这1枚我估计啊，现在值个5万到10万。这么贵吗？对。你这说还真误会了。那你肯定是误会了。刚才听你说好像给大舅哥结婚2万块钱是吧？对呀。那这一下换过来这东西，这都5万到10万嘛？数量很少。这东西你想一下，将近100年了，这属于古董。古董都讲究个物以稀为贵，数量越少的东西价值越高，并且可以当传家宝留着。那官放。那肯定可以放，越放越值钱。误会了。啊，这都是俺媳妇儿说的，这送个这是啥东西太轻了。我感觉应该不会说，
俺岳父太能耐呀，太抠门。对呀，这没事儿，不管是你媳妇儿说也好，你说也好，反正这都是小误会，都是一家人呢，是的，对吧？这听你这一说，这确实，还离还很重的这个。那这肯定比2万块钱价值高得多。那这个我得放住了。那好好放着啊，当传家宝，绝对没问题。在家自学3个月银元知识啊，下乡我开始收获了，今天收获满满啊！老哥这运气是非常好啊，自学3个月就能收到银元，还一下收这么多。这样，我先上手瞅瞅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学的知识这回没有白学，我下乡收的时候一个是500收的，500收的。对，我这回我捡到大漏了。那是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这个想往20万，你看看。来，这么多20万，对，老哥，这是总共8块银元，数量对吧？您既然说能价值20万，我都得先看看这个银元的品种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随便看。哦，这是江南甲辰，壁面不错，没戳。哎呦，这边齿看起来不太舒服，这个没戳记挺好。这个是10年的大头，这个也是10年的大头。哎呀，这个是3年的大头，也没啥板别。这个3年的大头，三角圆，这个圆字这里面，这明显的成一个三角状，三角圆。这也是常见的板。这个也是普通的3年。哦，这个是小头。点草，哎呦，八字背，这算是小头初铸，确实比普通的小头价值会高一点。它的这个特征啊，就是点草、翘弧、八字背。这个八的最右边这一笔没有顿笔，普通的有顿笔。这个带点板别，先放一边。哎呦，这个是9年的大头。还是一个金发，不过发丝很一般，背面夹合第2个芒是闭芒，9点钟方向少一个小内齿。这8块银元我都看了，老哥啊，怎么样？不是说怎么样，咱们先说价值，因为刚才你一来说这能值20万，是吧？我不知道您在家里面学了3个月咋学的，这都是常见的银元品种啊。怎么可能能价值20万呢？老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也别蒙我。我学这3个月知识啊，我也不是白学的，我很下功夫的。很下功夫。光买是个银元这个方面的书，我都买了啊，书籍我都买了10几本。10几本？对。哎呦，那银元的书籍都不便宜啊，100-200块钱一本啊。那可是啊。那您的意思，这些银元是咋回事？我跟你说吧，我的银元你仔细看看啊，这银元可是有特殊的这个标志，特殊板别。对，特殊板别的。哦，都是带特殊板别的。对，这可是少有的这种银元。哦，都非常稀有。对，所以说我跟你要20万，我跟你要的不多，不多啊。平时我跟你讲，这个应该你还有得赚啊，你就是20万给我收走，你也有得赚，你再仔细看看我的银元。哦，行，老哥，你既然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先看看真假吧。具体价值咱就不说了，反正就是您报的这个20万的价格，我估计啊，我肯定是收不了。我先给你看看真假。这些边齿，老哥说实话啊，这看起来不对。这边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虽然这些银元的种类不一样，你看有龙阳，有小头，大头的10年、9年、3年都有，但是你这些边齿我看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没有压力，并且边齿没有任何的变化。从这些看起来，老哥，你这些银元看起来可是有很大问题的。耶，你可别蒙我。蒙你？这样我先再看一看，听听声音。从声音上断定，你还别说，这些都是银的，材质是银的。但是咋说呀？这不是老的，让我来看的话，这些都是真银假币。您要是花500块钱一块买的话，那您这是亏大了。现在真银假币市场价也就是100到200之间。
你再仔细看看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这几个月研究这么长时间了啊，我感觉我的道行可比你深，比我深。对，我能收到假货吗？哦，您的意思就是我看的不准？对，啊，你这样老哥，您既然这样说的话，可能就确实我看的确实不准，您再找其他高手给您看看。中啊，那么你既然不识货，那么我就找下一家。行，找识货的人，对吧？哎，咱是湖北哪地方的？我鄂州的。鄂州。哎呦，我先看看你的东西啊。银锭。盐梨菊，这个应该算是晚清或者民国那时候交盐税用的这个银锭。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老辈留下来的。老爷子留下来的。老爷爷留下来的。哎呦，哦，还有金条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金凤祥，康熙4年竹刺。这东西要是真的也挺厉害啊。按这个大小来看，应该是10两的金条。啊，你不是说还有银元是吧？也有。哎呦，这俩是，我的天哪！大清贡品，乾隆年造10两的，这是银条，库银，大清库银。哎呀，老杠，就凭这几样，1、2、3、4，就凭这4样。东西如果真的发财了，啊，你看这金条，康熙年间的，那可厉害了。这不是真的吗？但是这我看着不是真的。首先重量不对，黄金的话特别重，但是这个放在手上轻飘飘的，重量达不到。你想一下，这个清代的10两，现在1两是50克，对不对？对。清代的10两啊，36到37克。这10两的金条，那就得是300多克了。这拎在手上，别说300克，200克也没有，重量都不对。哎，还有这个落款，康熙4年竹刺、金凤祥这一类的，看起来很厉害。但是你再看一下这字，上面落款的这字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并且还是啥电脑字体，明显的就不对呀。从落款上看它不是老的，从重量上看它不是黄金，那它就是假的呀。还有这个银锭，这也是10两的银锭，但是这也不对。你看下面这些蜂窝，明显跟银的区别很大，大概率里面应该是铅之类的，外表镀了银，这俩就更不用说了，这就纯粹是臆造。你就是清代也没有说什么大清贡品，大清库银这一类的东西没有，铸造工艺也没有这样的，这就是假的，臆造。对，这俩是臆造品。银元拿出来我瞅瞅，好吧？哎呦，这银元也比较厉害啊。这是1两的吗？啊，但是这上面是1元啊。正常的这个站人银元我也经常见，也是常见到的银元，但是没有这么大个的呀，比这小。对呀，就正常大小就这样大小的嘛。但你这现在是1两的这个大小，所以这是肯定是也属于臆造吧，也属于臆造。川龙，哎呦，全龙鳞的川龙都非常贵，但是你这个川龙连银子都不是，包浆也是假的，1两，这也是假的，1眼假，1眼假，这还有一个花钱，这花钱也不是老的，雍正，你看这几个字软绵绵的。这个铜钱它这个字非常重要，字口都
都是特别硬的。你看这软绵绵的，就雍正年间，如果造钱的，你造出来这种钱，这字儿就做成这样的，那是要杀头的。你有可能啊，就清代的小朋友写的字儿都比这个好，明白吗？这也都是假的。纸币，等一会儿咱看纸币，这些把这些就先收起来吧。你这东西你别看，这都是假的。如果这要是真的，那可不得了，可不得了。30年前，俺爷用北京的一套四合院换过来2块银元，这个是其中之一。你看看这个价值没超过1个亿。北京的一套四合院，那可了不得呀！哎，估计换回来的这个银元肯定也是银元大珍。这样，我先上手瞅瞅。你可说对了，老板啊！这个银元全世界只有一枚，古品20年前就已经有人出1000万。哎呀，老哥儿，这个是广东双龙寿制币呀。这东西确实不简单。对。 20年前值不值1000万我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肯定是价值不菲。哎，对，这玩意儿在我们银元圈里面，那都是大熊猫中的大熊猫。哎，对，数量极其稀少。不过刚才听您说，这东西是全世界只有1枚的孤品，对啊，这一点不太对吧？1两嘞，有几个嘞？这个不是1两嘞。哦。 老哥看来对这个东西还有所了解，区别很大哦。确实，之前拍卖会上见到的是库平1两，对，咱这个是库平72分，哎，区别很大，只有1枚。哎呀，有没有1枚这个东西我还真不太了解，因为这个本身啊，你看这是光绪元宝嘛，晚清的时候，广东的官员为了拍那个慈禧的马屁，当时专门趁那个慈禧。 过大寿的时候，哎，专门做了一些这种4铢样币吧，也算是纪念币。好像是当时铸造的有10枚库平72分的，10枚库平1两的。但是库平1两的，我看之前拍卖会上，有拍1000多万的，拍2000多万的。这个库平72分的还真没在拍卖会上出现过。没出现过都对了啊。 这是俺爷以前用北京的四合院，哎，给他一个老朋友换的。四合院，北京的，离天安门也就2公里。离天安门2公里，寸金寸土的地方。那是啊，咋用四合院换银元啊？这当时俺爷年轻的时候，都上北京闯荡做生意。当时年龄大了，因为身体原因，最后不是回来了吗？那四合院也没用了。四合院没用，他本来卖了嘞。 但是他一个朋友说：“你别卖了，俺家有2块古品银元，哎，全世界只有1枚的那种，哎，另外1块给俺兄弟手里边了。”那意思当时老爷子就把那个四合院，换了2块银元。对，是现在是1块，另外1块是啥？另外1块我不知道是啥，反正也是古品。也是古品啊？会不会是那种奉天1两？那有可能啊。那另外1块呢？俺弟弟拿着了。哦。 他不卖，不卖，他当传家宝呗。哦，等于说老爷子2块银元都给孙子了，现在想出手，缺钱。我都想好了，这东西啊，本来就是全世界只有1枚的东西。如果说价值过亿的话，我都立马卖了；不过亿，我还留着。哎呦，老哥想的还挺大。哎，是这老哥，广东双龙寿制币，说实话，我之前没收到过。 见到的仿品，也就是假的，见到的挺多。但是啊，以我玩银元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，您这块银元啊，我看着也不咋真。看你这话说了吧，不真，不真，是不是咱这个地方水钱？不是老哥，您先听我讲讲啊。首先啊，这个币面的包浆，我看了一下。 我觉得不像老包浆，我感觉这种包浆生成的时间啊，最多10年到20年。另外一点，边瓷刚才我也仔细的看了，转一圈整齐划一。另外呢，边瓷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我觉得像这块银元，不是老的。你别胡扯了啊！我这上过亿的东西，你管不是老的，不是老的是啥？
老哥您别激动，我只是发表了一下我的看法。你这样，你再找其他人给您看一下。我肯定得找其他人看看，周工的水太浅，你也不行，技术